这一年对张超和裴鑫来说，原本该是最幸福的一年。结婚5年，他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命。那一条条视频里，裴鑫微笑着摸着肚子，张超在一旁小心呵护，那种朴实的幸福感，让无数粉丝感叹，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。但谁也没想到，这份幸福却在最温柔的时刻被迫中断。最近，网友发现裴鑫的账号内容被清空，连新视频中也再看不到他的身影。张超成了唯一出镜的人，镜头不再有两人互动的笑声，也没有那句熟悉的“我喜欢中国的生活”。裴鑫那个5年来始终陪伴在张超身边的非洲妻子，如今只能在镜头外默默沉寂。裴鑫和张超的故事，在短视频圈一直被认为是真实又感人的代表。他们没有刻意表演，也没有炒作，只是记录平凡的日子，做饭、逛超市、吵小架、和好，一起笑。5年婚姻，他们经历过贫穷、分歧，也一起克服了文化差异和生活压力。最令人动容的是，他们结婚5年后终于怀孕了。在视频中，裴鑫满脸幸福地说：“这是上天给我的礼物。”那一刻，很多人都替他高兴。但没过多久，他的笑容就消失在镜头中。外界传出消息，裴鑫因为身份或签证等原因，被限制出现在视频里。无论原因如何，对一个刚怀孕、正处在最需要支持的女性而言，这无疑是巨大的打击。她失去了与粉丝沟通的窗口，也失去了视频带来的收入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失去了展示幸福的权利。裴鑫不能出镜，对张超来说，同样是沉重的考验。他们的频道原本是双人互动为核心的夫妻生活类内容，两人的默契和温馨气氛正是观众最喜欢的部分。裴鑫不在后，视频流量骤降，点赞量、评论量都明显下滑。原先的观众留言区充满祝福，如今却多了疑问与惋惜。为什么裴鑫不在了？是不是他出事了？希望他没事，张超加油。面对这些留言，张超几乎从未正面回应，只是在一个视频里淡淡说了一句：“他很好，只是暂时不方便出镜。”这句话背后的克制和无奈，外人难以体会。因为在短视频的现实中，不出镜就意味着没有收入，而怀孕期间的开销、产检、营养、休养，一切都要花钱。现在张超必须独自承担起全部生活压力，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情况。过去1年中，多位在中国生活的外国配偶因各种原因被迫下线，有的因为签证类型不符，有的因为被举报非法工作，也有的只是因为误解。在网络时代，跨国婚姻成了聚光灯下的存在。一方面，他们被视为文化交流的象征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容易成为舆论的焦点与攻击目标。裴鑫的情况正说明了这种脆弱性。他没有恶意，只是分享生活，但因为身份特殊，曝光度高，一旦被举报，平台和管理方往往会采取暂时限制的做法。这是一种无声的惩罚，没有公告，没有解释，只有被迫消失。而这种消失，往往最伤害的不只是事业，还有情感。对一个孕妇来说，最需要的是安稳的环境和情绪支持。但裴鑫却要在这个阶段承受身份的压力、经济的压力，以及被迫沉默的孤独。他不能出镜，不能拍视频，不能通过分享获得收入。从每天面对镜头笑的女人，变成了一个只能在屏幕后面等待的人。很多网友留言说，希望他别想太多，好好养胎。这份祝福真诚，但也道出了现实的残酷。他不只是养胎，他还要面对生活的落差。曾经，他们靠视频维持家庭，如今，他连开口都成了一种风险。而她的丈夫张超，也只能在视频中用笑容掩盖疲惫。他在镜头前依旧做饭，依旧分享生活，却再也没有那种自然的幸福感。一个人拍视频，一个人收音，一个人面对寂静的评论区，那种孤单，只有经历的人才懂。面对这一切，网友的反应异常温暖。有人在评论区写道：“如果是规定问题，那就慢慢来，我们等他，希望他平安顺利生下宝宝，到时候再回来也不迟。”这种来自观众的善意，其实是裴鑫与张超最珍贵的精神支撑。毕竟，他们不是明星，也没有强大的团队，他们只是普通夫妻，用相机记录自己的小幸福。网友的理解与等待，让这份故事仍有希望继续。或许裴鑫会在宝宝出生后重新出镜，或许他们会以新的形式，比如配银红幕后声音维持更新。只要爱还在，
一切都有回来的可能。裴鑫和张超的故事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跨国婚姻的真实样貌。幸福不是没有风浪，而是两个人在风浪中依然携手。5年的等待换来一个新生命，却在同一时间遭遇现实的考验。他被迫隐身，他独自承担，但他们的眼神和那句“我们会一直在一起”，让人相信这段感情不会轻易被击垮。或许有一天，当孩子降生，当问题解决，当镜头再次亮起，我们又能看到裴鑫的笑容，张超的温柔，还有他们共同的家。那时，所有等待都会值得，因为爱从来不会被限制出境。